这个小男孩看到走廊上的一张照片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一边哭一边颤巍巍指向照片，大声呼喊：“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杀了我全家！”昨天夜里，小男孩和家人在外野营，突然母亲惊恐地让两个孩子赶紧上车。他的头发已经被冷汗打湿，手臂也因为恐惧不断发抖，但车子却迟迟发动不起来。外面一个黑影提着人头缓缓走来，母亲知道那是她丈夫的头颅，责任感提醒着她必须要冷静，孩子的性命都靠自己了。她压低声音对两个儿子说：“待会儿等妈妈出去，你们就锁好车，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响。”母亲跳下车躲到了树丛中，没想到杀人魔发现车门被锁，直接掏出了锤子，他一下一下砸着玻璃，眼看就要破窗而入。母亲的眼神开始变得坚毅，一咬牙奋力跑了出来。杀人魔顿时被吸引过来，体力的悬殊让他没走几步就被追上了，一刀又一刀，鲜血在雪地上蔓延开，但母亲的手还是死死抓住杀人魔的裤脚，她不能放也不敢放，因为一松手丢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。小男孩忍不住了，他冲出来，一边哭喊着妈妈，一边用力拍打着车窗。杀人魔注意到了异样的声响，又回头向房车走过来。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要怎样从这个恶魔手中逃脱呢？哥哥急中生智，找到了车里的行李箱，将体型较小的小男孩塞了进去，然后锁好箱子，藏在了床底下。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杀人犯已经进到房车里。哥哥赶紧躲进柜子里，透过门缝，他看到杀人犯正用锤子疯狂砸着行李箱，自己到底该怎么救弟弟呢？哥哥的耳边又响起了母亲的叮嘱：“他鼓起了此生最大的勇气，冲出了柜子，努力向外逃去，就像母亲一样，吸引罪犯注意。杀人魔一把将他拽住，哥哥的手死死扒住车门，眼神里是最深沉的绝望。他还是被拖进去了。冰冷的铁锤就这样一下一下砸在稚嫩的躯体上。没有人知道，破烂的行李箱里有一双绝望的眼睛正看着至亲死在自己面前。警察终于赶到了现场，房车上的血迹还未干，而杀人魔早已不知踪影。这个罪犯就是最近臭名昭著的头颅猎人，他已经连续杀害了10几个人，所有受害者都是被砍去头颅，留下一具具无头尸体，但警方却迟迟抓不住罪犯。小男孩成功获救，哥哥却因为重伤迟迟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警长匆匆赶到医院，急切地想从唯一幸存者那里了解到蛛丝马迹，但他已经吓得神志不清了。就在大家失望的离去，弟弟突然情绪崩溃，指着海报上的人说：“这就是凶手。”众人惊呆了，这个人正是医院的金牌医生阿俊。这个孩子不小心撞倒了雪人，一个黑色的袋子从雪人里滚出来，大伙打开一看，差点吐出来，里面是一个染血的发夹，还有一颗人头。小男孩一看，正是妈妈生前戴的发夹，他哭着爬向母亲的遗体。这一幕刚好被后面的女人看到了，女人的眼睛满是惊恐，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人头，而是她知道这个雪人是自己丈夫堆的，他就是杀人魔。女人的丈夫叫阿俊，是方圆10里响当当的好男人。他在外事业有成，在家对妻子关怀备至。为了哄老婆开心，他甚至亲手给她搭建了一座花房。2个人的宝宝也要出生了，未来充满希望。然而现在，这颗人头彻底打破了这家的幸福。阿俊被带回了警局，但他并没有认罪，一口咬定门口的雪人不是自己堆的。因为缺乏关键性证据，警方只好将他释放。门口一堆记者围住了阿俊，怀孕的妻子也出现在了这里。阿俊温柔地抱着她说：“没事了，误会都解开了。”但妻子的脸却冷若冰霜。原来那天晚上，妻子亲眼目睹了阿俊堆雪人，还拍下了照片，本想留着当幸福见证，没想到竟然成了关键性证据。阿俊缓缓松开了怀抱，温柔的眼神开始变得冷漠无情。妻子痛苦地追问他为什么要和自己结婚。阿俊用一种不屑的语气解释道：“大概这就是一种繁殖本能吧。对他来说，和谁结婚都不重要，因为心理病态者只爱自己，永远不会爱上其他人。结婚生子只是为了传承自己的变态基因。”阿俊再一次被捕了。经过警方确认，他就是最近连杀10几个人的头颅猎手。最痛苦的还是妻子本人，
他找到教授做了专业的基因检测，发现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拥有阿俊的病态基因。等他长大后，很可能会成长为反社会人格。这个孩子到底留还是不留？妻子已经怀孕很久了，错过了可以打掉的时间，抱着一丝对后天教育的希望，他决定生下这个孩子。这个男孩挖了一个坑，然后把自己的弟弟推了进去。弟弟哭喊着求饶，但男孩充耳不闻，冷漠地开始埋土。母亲突然从后面出现，一把推开男孩，及时将弟弟救出来。男孩撞得不轻，刚想起身，却被母亲一把掐住喉咙。他一边哭一边念叨着：“你这个怪物，我真的不该生下你。”原来这个孩子是一个连环杀人魔的骨肉。几年前，他的父亲在韩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恐慌。这个杀人魔平时伪装成居家好丈夫，暗地里却砍了10几个人的头颅。当他被捕入狱的时候，妻子已经怀孕很久了，不得不生下这个孩子。但后天的教育并没有让奇迹发生，孩子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变态倾向。别的小朋友看到毒蛇和老鼠吓到赶紧逃跑，但他却看得津津有味，好像很享受这种屠杀的过程。10岁的时候，他杀死了继父心爱的金鱼，还把他最爱的狗狗溺死在河里。虽然遭到了继父的拳脚相向，但男孩并没有改正自己的行为，反而越陷越深。他还有一个怪癖，就是看到讨厌的人会用力抓自己的手臂。因为母亲告诫他不能伤害别人，他只能将这种嗜血冲动发泄在自己身上，整条手臂也变得伤痕累累。终于在某一天，男孩不再压抑，将屠刀伸向了继父。这个被诅咒的恶魔之子还是没能克服自己血液里的基因，一个崭新的杀人魔诞生了。为了消灭世界上的恶魔，警方曾经提出了一项法案，他们打算透过基因检测提前找出潜在的心理病态者，将那些杀人魔与战争狂强制扼杀在胎儿时期。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，这项提案最终没有被通过，因为拥有关键1票的议长想到自己的夫人刚刚怀孕，为人父母的他实在不忍心剥夺别人孩子的生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要给这项提案投票，你会赞成还是反对？万一自己的孩子被检测出患有病态基因，你是否还会选择把他生下来？这部剧的创作灵感来自韩国的真实案件，一名17岁的少女将8岁女童诱拐到家中分尸。当被问及犯罪原因时，她竟然说自己体内有另一个人格，用精神病为自己开脱。从一个孩子成长为这样残忍的恶魔，教育和基因究竟哪个影响更大？希望我们能在后续的剧情中找到答案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